你不是说在你的世界，两个互相喜欢的人都会有这个吗？这个不是上次那个老板说只有一个的那个吗？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我自己做的。秦王爷，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嘛。难道他现在打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没有准备好什么？你刚刚不是准备要……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眼睛偶尔会发出绿色的光芒？所以你刚刚是在看我的眼睛吗？不然你以为我在做什么？哎呀，如小兰呐，你又想到哪里去了？他应该没有发现吧？哎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这个傻瓜，总是喜欢把心里想的都写在脸上。早点休息吧。是你啊，这么晚了干嘛呢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，我是跟着你过来的。你干嘛跟着我？我想你了，然后就看着你鬼鬼祟祟的从大理寺出来。这么晚了，你想我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晚上出来冻着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，别让我担心了。这么晚了，提着篮子去哪儿啊？跟着他瞧瞧不就知道了。这个侯爷这么晚了来这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是个墓吗？我来看你了。这是我娘的墓，她就葬在这儿，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？你先别急，我们先回去，先搞清楚什么状况再说。
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心心念念想知道我母亲的消息，可我爹却一直瞒着不告诉我。如果不是我跟踪他，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真相？你先别怪他，我觉得侯爷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明天我就去找他。他已经瞒了我这么久，事到如今，我不接受任何推脱之词。你先别激动，你想啊，侯爷这么晚了去祭拜，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。他肯定不是针对你才不说实话的，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。救救我的孩子！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但是那天我看到那幅画之后，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，我预感到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让我跟你一起去找侯爷，不管事情是好是坏，我都想跟你一起承担。我才不要和你一起承担。我不会让你遇到任何危险。干嘛那么肉麻？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不过明天，我还是希望你能陪我一同去一趟我母亲的墓。为什么？是刚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不是，就是想好好的祭拜她，正式告诉她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喂，等等我！谁让你穿成这样的？不是要去见你妈吗？我当然要穿的正式点了。随便你吧，反正你穿成什么样也不会变成天仙的。喂，过不过分啊？哎呦，脚崴了，哎呦，好痛啊！拿着。你干嘛？我背你呢，上来。你还要让我等多久啊？哦，其实我刚是骗你的。我知道。啊，那我还是下来吧。没事儿，就让我来背你吧。喂，怎么了？棺木里根本没有人，说不定你母亲还活着呢。到底是谁干的呢？那个人只不过是撬开了棺木，但是没有取出棺材里面的衣物和其他东西。从他撬开棺木的手法来看，应该不是个盗墓贼。我认为，他的目的就是确认棺材里的人到底是谁。无论如何，都得等我爹出来再说。走。大人不好了！刚才听说，侯爷昨天晚上突然从府里消失了。他不会离家出走了吧？不可能，以他的性格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离家出走的事情的。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昨晚离开之后，他还遇上了其他什么人。那他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？他不会与人结怨，此事必有蹊跷。这是血。这就是我爹出事的地方。
怎么了？这个味道，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。沉香。如姑娘指的是沉香吗？沉香？沉香是什么啊？它是一种源自于南国的树木，透过受损树干分泌出树枝，常年累积而成。一块上等沉香要经过100年才能形成，因此才被称为百香之首。这个味道跟我那天在深山里闻到的一样，好像是宫里才有的吧？不过，也不能代表这个味道只有宫里人才有啊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爹瞒着我母亲墓地的事情已有多年，为何到现在才有人来撬开他的墓？而同时在宫中，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，这两者之间必有关系。我身为大理寺卿，若要入宫调查，或是向皇上当面禀告清侯爷失踪一事，并非不可，但我怕此举打草惊蛇，反而让他们防备有加。你这是要入宫是吗？这个简单，看我的啦！你们带话说让我帮你们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帮到你们什么。也没什么，你已经帮了大忙啦。真的吗？嗯，我不知道能帮到你们什么，但是只要小兰你开口，赴汤蹈火，我都在所不辞。小王爷，宫中近日可有听到什么传闻？或者是什么奇怪的事？最近宫中并没有什么大事，而且我都把心放在修整木偶上面。木偶？什么木偶啊？小兰，你过来，这个送给你。我之前早就做好了，但是看来看去，我还是不满意。所以这2天我都用来打磨和加工。这个木偶怎么跟我这么像啊？刻的就是你呀！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送木偶呢。小王爷，谢谢你。快干嘛？入宫时间有限，抓紧办事。等等，这里的气味混杂，好像还有一些血腥味。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。贵妃殿，我们去看看。卿大人，如姑娘，好久不见了。2位来宫中有什么事啊？启禀太子殿下，我们是来找小王爷的。听说今日清侯爷失踪，2位还有心情来找小王爷，可是有意欺瞒于我。启禀太子殿下，臣等确实是来追查清侯爷的行踪。卿大人，我明白你心急如焚，可是宫里不是你说查案就查案的地方，你擅闯贵妃殿，该当何罪？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闹着要来的。是臣思虑不周，望太子殿下原谅。我警告你，在这宫里可不比外面，不要以为得了皇上的宠信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可是，臣等告退。莫非肯定有问题？喂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啊？你现在要指控的人是他的母亲，再贤明的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状况。不行，我真的闻到了血的气味，我敢确定贵妃殿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光是闻到气味，还是没有办法让犯人束手就擒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更多证据，才能顺利救人。走，现在出宫。你已经连续看了2天的奏折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怎么样？
有什么新的线索？大人，我跑遍了整座山啊，看这个罪犯犯案的手段相当的缜密，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线索。看样子，我们有必要进一趟宫里了。哎，大人，不如我们把宫里的人买通了怎么样？这样或许能得到更仔细、更缜密的线索呢。此事非同小可。如果我们真要这么做的话，那此人必须是一个熟悉收集线索、逻辑心思缜密，并且能与我们里应外合之人。但这并非易事。我心里有一步险棋，需要从长计议。这并不难办到，宫中查案就交给属下吧。交给你？你长安的脸，皇宫内谁不认识啊？其实，我是女人。你是女人？我怎么不信呢？哎，你让我试试。大人，属下欺瞒之罪，还请大人开恩。你有你的苦衷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属下是为了调查20年前的一个案子，所以才栖身于大理寺的。我知道，等到完成侯爷这一案，我必助你完成心愿。我在大理寺多年，也多少了解宫里的仪制。为了避免被发现的危险，也只能这个样子。况且，侯爷可能正危在旦夕，也只有这个法子使得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进宫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就说是我让你混入宫中，到时我会亲自面圣，承担责任。多谢大人成全，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准备，就算死了也不后悔。都准备好了？是的，大人。过几日，玄玉会接应你入宫。你这次入宫的唯一任务就是找出侯爷在宫中被关的位置。待几日便是宫中的中秋盛宴，我们会一同入宫，伺机救出侯爷。属下明白。你这么做，有可能会让你丧命。我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属下这么做。见吧，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哎，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面对长恨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好吧？松手啊你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你们在做什么呢？长恨，我玄玉在这个地方郑重的给你道歉，对我之前给你说的那些话，做的那些事情，对不起。算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过去了，这怎么可能过得去啊？我一想到我对你说的那些、做的那些，哎呀，过不去的了。玄玉，你做了什么呀？我曾经自以为好心的
想跟他分享一下那个春。没事的，大人。只不过玄玉曾经跟属下分享过一些他所画的春天的景色罢了。荣姑娘，临走之前，我有些事情想向你交代一下，你可以随我来一下吗？你做了什么？我给他看春宫图啊。这是大人的药单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就拜托你照顾大人了。知道了。刚才你在门口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什么？其实你心里想的没错，我是喜欢大人，并且已经喜欢了整整5年了。长恨，其实这件事情你没必要告诉我的。但是我刚刚在心里把这段感情做了个了结。虽然我曾也有不甘心，但是每当看到大人开心的样子，我都很庆幸。还好那个人是你，也许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可以带给大人幸福吧。长恨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叫长恨了，我也不再是大理寺的人，你就唤我小婉吧，那是我父亲替我起的乳名。小婉，替我好好照顾好大人。这个是我为你定制的护身符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皇上，看你这几天总是心神不宁的，这会儿又发这么大的脾气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朕这几天时常想起焕儿。臣妾明白皇上的心思，妹妹失踪以来，我也每日思念妹妹。这20多年来，皇上也未曾废后。对百姓也只是说皇后出家替国祈福，想必皇上也是等着妹妹某天能回来。是啊，这一眨眼都20多年了。孝儿，你觉得朕是不是也该放下了？皇上，妹妹能得皇上如此厚爱，是妹妹的福分。我想，无论皇上做任何决定，妹妹对皇上都会毫无怨言的。孝儿，这些年来，你从不争宠，毫无怨言地陪在朕的身边，也是委屈你了。皇上，您千万别这么想，臣妾别无怨言，能够代替妹妹陪在皇上身边，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孝儿，你为朕所做的一切，朕都看在眼里了。臣妾只是尽臣妾的本分，愿为皇上分担解忧。
莲儿房间有异，钥匙在莲儿身上。钥匙在莲儿房里。你也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你看这个不错啊。是，好，来这边坐吧，来这边坐。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啊，此次中秋宴，大理寺卿也在邀请之列，足见父皇对你的器重。微臣不敢当。关于卿侯爷，后来可有打听到什么消息？许久不见啊！多谢太子殿下关心，目前还没有家父的消息，但微臣相信，很快就可以找到。走。以后有需要本王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您先入座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麻烦啊？不好意思啊。莲儿房间有异，一定要成功才行。如姑娘，太子殿下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你们还在怀疑贵妃娘娘？我也不愿意怀疑啊。可是那日我确实在贵妃殿闻到了那个血腥味。我们只有这样做，才能找出真相，救出庆侯爷。你可有想过，这真相也极有可能会伤害到本王？但是他是清墨言的父亲，我不能不管。你的意思是，为了救清墨言的父亲，就算牺牲了本王也没有关系吗？太子殿下，求求你救救他吧。李生，臣在。去贵妃殿看个情况。殿下，若清侯爷真在贵妃殿中，属下该如何处置？殿下，拜托你救救他。把他救出来，销毁所有证据。若有其他人在现场，格杀勿论。遵命。不行，如姑娘，不要任性了，本王不想伤害你。这法簪是本王打算送给你的，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。柔姑娘与本王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。你选择了清墨言，而本王却只能选择保护我的母亲。朕先同各位爱卿共饮此杯。谢谢皇上。今晚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。莲儿，快给大理寺卿斟一杯酒。是娘娘。谢贵妃娘娘。啊，来，这酒不错啊！来，一起喝一杯。好。陆小兰怎么不在了？不好意思啊。
孝儿，有什么事吗？皇上，臣妾不胜酒力，身体感到不适，望皇上见谅。臣妾想回去休息。你本是个不胜酒力之人，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启禀皇上，近日来，臣接到了一宗奇特的案件，任凭臣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难得还有我们大理寺卿破不了的案子。好，跟朕说说，到底是个什么奇特的案子？是一宗关于城中野墓被人撬开的案子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啊！侯爷，侯爷，嘘。莫非是盗墓贼所为？臣一开始也是这么想，可这盗墓贼平日通常都只偷盗那些名门贵族的墓，而城中被撬开的这一座墓，是一尊无人的野墓。这尊野墓的主人到底是谁？以及撬开这尊野墓的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贵妃殿？哼，小宫女，擅闯贵妃殿的应该是你。贵妃囚禁的人，你都敢私访？滥用私刑，你不怕皇上怪罪吗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可惜呀，被大理寺卿收买，否则今日也不会死在我的刀下。小婉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在贵妃手下办事竟如此不利，不要连累太子，请侯爷交给我。这个小宫女就不留活口了，免受事端。住手！贵妃有令，这个宫女我要带走。走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！这边，快点！来了！谁？这边！站住！放下他！你没事吧？大人，侯爷呢？被硬伤就走了。看样子我爹暂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。玄玉，继续监视太子，他有什么行动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当务之急是把长恨救出来。走。
我这里不需要办事不力的废物，连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。看来要本宫出面解决一切。娘娘息怒。母妃打算出面解决什么？密室已经被烧得灰飞烟灭了，没有任何清河爷待过的痕迹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身染蛊毒的原因是毒夫人告诉你的。母妃，请您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吧。让你身怀蛊毒，是为娘的不是。但你要好生安排好一切。倘若此事败露，你也必定会受牵连。不要因为心软而坏了大局。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那个人会阴阳术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去找他？这长恨常年接触药材，他身上肯定有混杂的药香味。这里还有藿香的味道，长恨肯定就在这附近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们果然在这附近。这什么情况？天地父母命令，金木水火土，风风火火，神形俱散，魂飞魄散。走。
莫言，你不要听那个，他在引你体内的蛊出来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长恨，不要伤害卿大人。婉儿，婉儿。莫言，你挺住，我来救你。别过来！婉儿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不想让你娘亲复活吗？你以为你练成了尸骨，娘亲就一定会回来吗？我只是想再见她一面。婉儿，婉儿，不，婉儿，我们才刚刚相认，别丢下我，别丢下我好吗？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看来要变成猫才有作用。天帝，听我命令，五色石封印解除。快走，别管我，快走吧！你快走，别管我！御魂猫，看来我儿的解药有了，真是自投罗网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贵妃娘娘，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应该知道微臣今日入宫的目的吧？本王已派尹生悉心照顾好清侯爷了，现在人已经送回大理寺了。本王希望这件事情可以结束了。你可以放了我母妃吗？太子殿下这么说，是想以清侯爷为筹码，息事宁人吧？但微臣身为大理寺卿，心里自有定夺。微臣告辞。她叫焕儿，是你母亲。一开始，她就想跟你师父无私上人到仙阳山去擒拿蛊王，没想到她中了蛊毒而死，最后连尸体都给吃得一干二净。那消灭蛊王的事情这么危险，你为什么没有阻止他呢？她根本就没有嫁给我，我跟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从小就无话不谈。
秦欢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快进来，快来！焕儿让我把你抚养长大，没想到他把你生下来不到2天就去世了。所以你不是我爹。你亲生父亲是当今皇上。焕儿没有把中毒的事情告诉皇上，就怕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。我答应过焕儿，说什么也要把这件事隐瞒下去。非绑架侯爷不说，还差点伤了朕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儿子。朕绝不原谅，将他贬为庶民。至于太子，恕臣斗胆，太子对贵妃行事一概不知。况且侯爷得以平安，也是引伤所救，所以。知道了，太子将功抵过，朕不予追究。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你就是皇后留给朕唯一的孩子。莫言，你还不改口，叫朕父皇吗？是，父皇。皇儿，太子之位可保住了。多亏了大理寺青青大人说本王救了侯爷，这才保住了太子之位。哼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当初如果杀了侯爷，我们母子也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。不过这样推算下来，清墨言如果是清焕的孩子，那他身怀国王，便也长命不了。即使皇上有意让他升为皇子，对你也不是威胁。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立刻杀死如小兰那只御魂猫，你一定要抢先清墨言一步，那你的未来便再无妨碍。孩儿不解，解除蛊毒为何要杀人？哼。因为它是唯一一只可以解开蛊毒的猫。什么？你只要用它的香线作为药引，就能尽数逼出你身中的蛊毒。喂，你干嘛？没事。你今天干嘛突然黏着我啊？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对于言而无信的人，只能时时刻刻盯着。我哪里言而无信了？你不是说过不再为我解蛊毒吗？那天变成猫就往我怀里钻。哎呦，我只是心急嘛。你说，万一你要是死了，我不就守寡了吗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
你听好了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准你再这么做，否则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如果非要选的话，我愿意陪你一起死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看着你死去。你一定觉得我很自私吧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比你多活1天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没听到就算了。一言为定。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好好休息，我一定会把医馆所有的药材一件一件弄好的。谢谢你，小兰。不用谢，我好歹也当过医官助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是谢谢你给我的桃木符，还好有它，我才没有伤到要害，否则我一定活不到现在。长汉，你将来是怎么打算的？你还会留在大理寺吗？大人，我还可以见我父亲一面吗？爹，吃饭吧。许久没有吃过这样好的菜了。那就慢慢吃，我陪你。来，谢谢你。怎么是你谢我？应该是爹谢谢你才对。谢谢你不杀大人之恩，也谢谢你听我的话。你是我女儿，你说怎样便怎样。在下有事相求。蛊王一事，我也别无他法。我身上的蛊毒来自于我的母亲清焕，想必你不会陌生吧？哼，当年一事是我助纣为虐，害了清焕。多年前，我与清霄妄想控制蛊王，可用尽了法术，还是失败了。未曾想，却害了无辜的你。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对付得了蛊王？当年师父就是独自带着清焕去消灭蛊王，具体如何施法，我也不好说。如果师父还在世的话，或许他会知道。无私上人，他和小兰可有渊源？你身边的如姑娘，她所施展的阴阳术，有师父的影子。本王是不是做错了？
因为小兰放弃了杀掉清后爷的机会，还因此让母妃贬为庶民，本王还真是不孝。殿下不必太过忧心，此举是要保住太子之位，也不算损失啊。你可别忘了，这清墨烟也是皇子，而且他一直受到皇上的钟爱，不像本王，一直对这个太子之位战战兢兢。看来只有继承皇位之后，才能完成母妃一直以来的心愿。殿下不必太过忧心，我听贵妃娘娘说，清墨言身染蛊毒，命不久矣，实在不是您的对手。只要有他活着的一天，本王就夜夜难以入睡。在干嘛？怎么还不睡啊？你怎么也还没睡啊？我想见你啊，我睡不着，我听见你还没睡着，我就想来找你。你呢？你为什么还不睡？我在看我娘的画像。你看，我娘跟你一样，也是一个阴阳师。命中注定，我们俩真是绝配。我觉得我娘和你之间好像有种奇妙的缘分。浩经生法，氤氲凝天；永渡三清岸，长此五浊泥。难道国王要出事了吗？看来我不能再待在现代了。御魂猫，该是你执行自己使命的时候了。